如果我告诉你世界上有这么一间离奇诡异的博物馆，其中收集了仅存在于传说中的生物，狼人、吸血鬼、矮人族精灵、飞龙，数百上千件真实标本被收藏在一个叫做梅瑞林的博物馆中，而被公布的各种藏品绝对能颠覆你的认知。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782年，这个男人叫做托马斯·梅瑞林，出生于英国北部海灵郡的一个小镇上。梅瑞林在大学毕业后成为了一名博物学者，因喜爱收藏各类动物标本，所以他大半个人生都在各地旅行。过程中他遇到了无数未被证实的奇异动物干尸，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梅瑞林光是亲自购买的藏品就有800多件。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梅瑞林本人和他的博物馆就像人间蒸发了一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没人知道那些可以颠覆人类认知的生物标本身在何处。时间到了1942年，英国一家儿童收容所突然收到一份大礼，一个陌生男子给他们送去了13万英镑的支票，甚至赠予了3栋位于伦敦郊区的联排别墅。根据当时的媒体报道，捐助人居然是失踪了半个世纪的梅瑞林。但如果真的是他的话，那么这个男人至少已经活了160多年。可被捐赠者则说道，送出这份大礼的男人看上去甚至不到50岁。所以当时英国就有很多人觉得梅瑞林的长生秘诀极有可能和他收藏的奇异生物标本有关。时间到了2006年的4月份，梅瑞林赠出的3栋别墅成为了危房。可当拆除人员进入地下室，却发现了一个暗门，后面则是一个大约400平米的密闭空间，里面堆放了上千个木头制成的箱子，其中全部都是各种奇异生物的干尸标本。随着媒体报道，人们对这些标本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然后官方就抽选了一些送到了当地生物监测机构。To examine a series of preserved animal cell samples, just told to analyze the samples and to record any interesting qualities. Although the cells appeared dead, they were in fact in a dormant state. I submerged them in a culture medium and managed to coax them back to life. These were 2,000-year-old skin cells, the DNA like nothing I'd ever seen. After I submitted my findings to my superiors, I was asked if the cells could have been fabricated or interfered with to create such qualities. I said no. It was then that I was told what species these cells had come from. And what species is that? Homo vampirus. I'm sorry? The vampire. 时间不长，梅瑞林的后人带走了这些藏品，并建立了一个梅瑞林博物馆，目的便是让世人看到那些曾经和人类一起生存的物种。第一个就是这个形似龙的生物标本，而在800多个藏品中，居然有着至少3种不同形态的龙，并且梅瑞林还将它们判定为天龙族，因为他觉得3种龙都有着飞行和吐火的能力。第一个要介绍的就是飞龙马格奈斯。从梅瑞林的手稿中我们得知，马格奈斯是天龙一族中体型最大的，而眼前的这只就是此龙幼小时的标本，其体型大概有50厘米左右，绝大部分的突出的硬质皮肤已被移除，只剩下了一套完整的骨架。这是一只雄性马格奈斯飞龙，头上有明显的双角。据梅瑞林表示，这种飞龙成年之后的双翼可达70米。第二形态的龙叫做有翼飞龙。梅瑞林表示，在14世纪的蒙古地区生存着世界上最后一只有翼飞龙，随着它的死亡也导致了该物种的灭绝。有翼飞龙的特征非常明显，它的翅膀像极了远古翼龙，皮肤和犀牛的接近，后背上还有一排坚硬的鳞片。成年之后的翼展大约在60米左右。它们常年生活在蒙古或亚太次大陆地区。梅瑞林的手稿中写道，1878年的时候，他在尼泊尔偶遇了一对僧侣，这群人几乎和文明社会完全隔绝，但不同的是他们的信仰非常独特，居然是烈火为神明。原因便是这些僧人曾在深山中发现了一群吐火的有翼飞龙，所以数百年来僧人们都将其视为超越佛陀的圣灵。如果说以上2种都是西方文化中龙的形象，那么接下来的这只便是东方巨龙了。相信所有中国人都对12生肖不会陌生，生肖的数量对应的是12地支，但其中的生物只有11个是如今真实存在的，偏偏里面的辰龙像是被虚构出来的。那么为何古人会把一个从未出现的生物视作图腾呢？亦或是在远古时期真的有龙这种生物？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关于龙的传说最早能追溯到伏羲时期，可谓是真正的上古时代的存在。而在梅瑞林的手稿中也有很多细节与我国传说一一对应。龙大概出现在公元前2600多年，皇帝身为当时绝对的统治者，安排幻龙氏饲养天下所有的龙，它们体型较小，主要生活在华夏大地的江河大海之中。渐渐的，幻龙氏发现龙有着祥瑞的作用，并且还能镇守一方安宁。而梅瑞林通过对龙形标本的研究得出结论，华夏龙是一种卵生筑巢的生物，
筑巢地点则是大型的水源附近。但随着皇帝的退位，龙这种生物逐渐灭绝，直到如今也只能存在于神话之中。